普京大手一挥，又派出了30万大军，这些顿巴斯的俄军支棱起来了，准备开启全线大反攻。仅仅在弗勒达地区，俄乌双方就投入了10个旅的兵力，人数超过8万人，并且普京也给顿巴斯的俄军下了最后通牒：我不管你们怎么做，3月份之前必须拿下整个顿巴斯地区。显然，俄罗斯已经不计一切代价了，所以最近俄军在前线接连突破，但代价就是伤亡惨重，据说1天就能损失1个营的兵力。尤其是这2天，俄军2个装甲连被团灭，就连特种兵旅长都阵亡了1个，惨，真的惨。从去年3月份，俄军就开始进攻弗勒达地区，在5月份又进攻了2个月，直到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后，又选择疯狂进攻弗勒达地区。关键是双方相持了近1年，谁也没有占到什么好处。而在2023年，俄罗斯向这个地区增兵了。火力军也是因为俄军在这里接连损失2个装甲连，外加1个特种作战旅的旅长，才开始注意弗勒达地区。但让火力军没想到的是，一个小小的弗勒达居然有8万多人在对峙。今年，普京直接将2个步兵旅投入战场，之后又将俄军近卫第14特种作战旅增援。据说俄军第5坦克旅和第36摩步旅也来了。这样，俄军的总兵力高达5万人。乌克兰本来在这里部署了2个旅，眼看俄军要大军压境了，没办法，火速增援了4个旅的兵力。这使得乌军在这里的总兵力也达到了3.6万人。小小的弗勒达地区就这样密集部署了8万多人，都快人挨人了。俄乌双方完全施展不开，只能采用轮战模式，各个军团挨个上去拼刺刀。俄军近卫第14格鲁乌特种兵旅旅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阵亡的。而且俄军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俄军出发阵地帕夫里夫卡海拔比较低，弗勒达海拔比帕夫里夫卡平均高50到100米，特别是乌军据守的煤矿山炮兵阵地有高度优势，可以居高临下监控和轰军俄军，因此俄军还处于仰攻的不利状态。据说是因为亲自执行战斗侦察任务掉入乌军火力陷阱阵亡的。毕竟在这片战场，俄军最大的困难就是难以组织非常隐蔽的装甲集群发动闪电攻势，因为在俄军的头顶有200多颗美国卫星时刻监控着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看看俄军在过去1年内付出的代价就知道了。比如莫斯科号沉没，比如大量军官阵亡，再比如俄军大后方被多次精确打击。这一系列的行动背后都透露出乌军对俄军情报的全面掌握。那么这些情报是从哪儿来的？乌克兰的间谍在俄罗斯境内潜伏，这是一个情报来源，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俄军许多行动的实时掌握。这200多颗卫星全天候监控，俄军跑到哪儿都跳不出美国的眼睛，这就非常害怕了。在这场俄乌战争中，美国还调用了大量私人卫星公司，调动卫星监控俄军军事部署和各种行动，帮助乌军武器定位，然后进行精确打击。相反，俄罗斯这边就比较寒酸了，俄军的战场感知能力太差，卫星、无人机等先进侦察装备太少了，功能也非常弱。虽说俄罗斯在去年紧急发射了2颗光学侦察卫星，但并没有帮助俄军改变这种现状，更别说其中1颗光学侦察卫星没有成功入轨。卫星数量太过稀少，有时候只能采用传统侦察方法，军官也在一线指挥。在这段时间，俄军就加强了对战场战斗侦察行动，也就是以摩步营坦克连和侦察分队为核心，在航空兵和炮兵支援下对目标进行攻击行动。俄军指挥官将会观察和评估战斗效果，以发现乌军部署情况。因为俄罗斯觉得在1天中不同时段、不同地点进行战斗侦察攻击，可以让敌人暴露防御和预备队部署情况，在整条战线上进行多路战术侦察攻击行动，就可以全面了解敌情。为了迫使乌军暴露真正的火力部署，俄军有时候也会强攻，让乌军觉得这是真正的进攻，然后放开所有手段进行反击。
在巴赫穆特战场上，瓦格纳就经常利用人肉侦察兵，但想要明白乌军的部署意图，就需要指挥官亲自观察了。而这位俄军近卫第14格鲁乌特种兵旅旅长就主要负责战斗侦察任务。特种部队搞侦察，让人把特战旅长搞得阵亡了，也真是让火力军大开眼界。所以俄军便打算展开报复了，直接集结重兵冲击乌军阵地。按道理说，俄军出动了2个装甲连，在兵力和火力上面拥有绝对优势，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还没有摸到乌军前沿阵地的时候，就已经被乌军第72机炮旅炮兵发现了。乌军也是毫不客气，155毫米的炮弹拼命招呼来访的朋友，数量有限的神箭炮弹同样大量发射。然后大家已经猜到了结局，那就是这2个装甲连队被团灭。从现场照片来看，有 T72B3 型坦克、BMP 系列装甲车以及装甲救援车等，共计31辆装甲车辆，并且大多数没有明显外伤。有分析认为，乌军海马斯发射了 M30A1 子母弹，打击了俄军装甲纵队，这是一种不同的反装甲思路，不以打装甲车辆为主，而是以打击成员和步兵为主，就是针对俄军，因为俄军喜欢开窗驾驶装甲车辆，步兵喜欢坐在车顶的习惯。这么宽阔的战场，俄军装甲车队为什么都集中在公路上进行纵队进攻，而没有展开队形发动宽大正面突击？但是在道路两边，乌军铺设了大量反装甲地雷和智能地雷，俄军装甲车辆难以分散开，只能沿着公路发动纵队突击，结果就是遭到乌军精确制导炮弹和火箭炮子母弹轮番打击。俄军2个装甲连突击队基本上损失殆尽，31辆坦克装甲车被遗弃。本来是想为阵亡旅长报仇，没想到又搭进去2个装甲连。俄军最大的问题就是指挥僵化，前几个月就是一字长蛇阵硬往前闯，在挨了一顿炸后夹着尾巴逃了，再回去重新集结之后又是一字长蛇阵继续向前硬闯，还是没有多军兵种协同保护。而乌军炮兵阵地距离战场10到20公里，俄军坦克装甲车辆最大射程3公里，根本无法威胁到乌军炮兵阵地，导致的结果就是俄军反复进攻这个地区都不成功，反而被打残了2-3个旅级部队。俄军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战场感知能力和空中掩护能力。俄军就是在缺乏空中掩护和电子干扰的情况下，做了乌军最希望他们做的事，在雷区中沿着固定道路前进，而且地形极为平坦，林木稀疏，缺乏可用掩蔽物。乌军抓住机遇，充分利用自身精确炮火优势，一次性摧毁俄军30余辆装甲车辆，同时也对俄军造成巨大人员伤亡，仅仅宝贵的坦克兵就阵亡了200人。这还不包括伴随作战的海军陆战队、特种部队和战斗步兵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面对乌军的袭击，被覆盖的俄军毫无还手能力，后方的俄军炮兵也没有压制乌军，坐视这支宝贵的装甲力量被乌军炮火歼灭。乌军很可能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，很轻松地消灭了这支俄军装甲纵队。就像过去的无数次战斗那样，俄军在乌军的加固设防阵地面前，将自己摆在了对方最理想的射击位置。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后，美国卫星就一直在帮助乌军监视俄军，就连侦察机也时常在战场周边监视，这一点让俄军非常头痛，自身的一举一动都被乌军掌握。这次俄军2个装甲连被全歼，肯定有着美国的功劳，所以乌军才能在俄军还未靠近的时候就进行了精确打击。在战场上，体型庞大的坦克本来就非常引人注意，30多辆装甲车同时移动，肯定会被美国发现。俄罗斯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，比如研发的白旗系统，就可以对乌军的星链终端进行定位，然后再联合炮兵对其进行打击。按理说，乌军依靠美国卫星的优势将越来越小，那为何还能对俄军进行精确打击呢？难道俄军的反卫星系统没用？
但俄军已经在战场上进行过测试，从实战情况来看，效果很不错。在索列达尔、乌格莱达以及巴普洛夫卡的实战中，不仅精确定位到星链终端的位置，还协助俄炮兵摧毁了乌军的数个指挥部。只要俄军大规模使用白起，就能反制乌军，但也仅能消除部分威胁。归根结底，是因为威胁到俄军的不只是星链，还有大量的民用卫星，包括美国的 GPS。除非俄军能够获得强大的空中掩护和战场感知能力，但事实上，俄军这两大短板依旧存在。即便格拉西莫夫成为总指挥后，加强了各军种之间的配合作战，目前看来，俄军的空天军已经没有在战场上发挥作用，只有陆军部队在硬着头皮上。如果不能解决战场感知能力弱、打击时间敏感目标能力弱的缺陷，俄罗斯就是投入数十亿美元生产500辆 T-14坦克投入俄乌战场，也无法改变目前的战局。更别说俄罗斯那些动员兵和雇佣兵根本无法灵活操作 T-14这种超前设计的装备。看来俄军如今的困境，想想普京所下达的夺回顿巴斯的命令，火力军觉得难。对于俄军来说，太难了。显然，普京高估了俄军在乌克兰发动新攻势的能力。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俄军已经恢复了足够的战斗力，可以在乌东地区击败乌军，并在3月份之前占领11300平方公里。这个数字代表目前被乌军控制的面积。因为俄军最大掣肘已经是后勤困境，一场成功的战役，包括军队战术执行能力和战略目标是否相符合，同时还包括火力、机动、后勤以及情报等方面的能力。俄军在火力、机动等方面没啥问题，但在后勤方面问题非常多。由于战场缺乏公路和铁路运输，俄军后勤重型卡车数量也太少，所以在进行作战时很难将各种资源及时送到前线部队手中。而且西方援助的重型装备也将在近段时间陆续抵达，届时乌军将有可能形成装备优势，而俄军近段时间接连损失主力装备，此消彼长之下，也就能理解俄军不顾一切发动攻势的原因了。毕竟这场战事越拖，对俄罗斯来说越是不利。你们觉得俄军会在2月24日那天发动攻势吗？西方援助的装备能否提前送达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